然后像我刚刚说，要记得把温度调节转到热的那边，就是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转过去的话，你的热水排，那个热水排里面，如果你没有打开的话，热水排里面的水是换不到的。所以要记得一定要把热风调节调到最热，那个时候它那个热水排那边的水才会循环出来。好，等这边停止，我就是完成了第2次的换水，就可以再把它锁回去，再进行第3次的换水。我现在在进行我的第3次换水，然后在换水的过程中，我是建议尽量不要让引擎的温度太高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只要怠速往下掉，我就是熄火，让它大概运转个1-2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过程中记得就是一直要补水，让它维持水面都是满的状态下，让引擎去循环。好，这是我第3次放水，基本上就是重复这个步骤，直到你的水放出来是干净无色，没有你原来水箱精的颜色为原则。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换水、水道清洁跟水箱清洁，还有热水排的清洁、循环清洗完成。像这个是我第3次清洁循环，还是有红色，所以这就必须再继续。这一次是我第4次的换水，就第1次是放冷却，把水箱水放掉，第2次换清水，第3次换清水，这一次是第4次把水箱水放掉，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红色。那我可能等一下还会再进行1次清洗，应该看得出来还是有点红色，温温的。这个是我第5次放水，那应该还看得出来，稍微还有点红色，所以我必须再继续清洗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在拆放水螺丝的时候，要记得上面这边有一块橡胶，这个如果硬掉的话，这个也要更换。然后记得这橡胶不要掉了，这个可能再找会没那么方便。这一次是我第6次更换，然后水的颜色还是有点不是很理想，还是蛮脏的，我还要再继续。哦，对了，刚刚都一直忘了说，在发动引擎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的加一下油门，因为毕竟水泵浦它是跟随引擎的运转而带动。你稍微加一点油门，让引擎转速高一点的话，水泵浦它循环的速度也会比较快，可以利用比较强的水流把脏污清出来。我现在已经洗第7次了，然后我刚是在提水的时候看到我在加油门的时候有喷水，我才想到要跟各位讲要提高转速。这个都有点黑水，都在排碳，烟还是这么大。这个是我第7次放水了，然后我刚刚也忘了跟各位讲，你每次在放水的过程中，卸水螺丝锁回去的时候，只要有紧就好，你不要硬锁，因为等一下还要再拆嘛，所以变成说你在放水的过程里面，螺丝只要锁上去有紧就好，不要锁太紧。然后当确定水道、水箱都清洗完毕以后，最后一次锁上去那个再锁紧一点就好了，这样比较不会伤到螺丝。这个是第7次的水，看起来就好很多了，应该是 OK 了，因为这杯子有点雾雾的，所以可能导致看起来会有点误差。我目前这样看是没有红色的了，这样看起来是很干净的自来水颜色，应该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在确定水箱、水道都洗干净以后，
最后一次的放水就尽量可以的话，让它滴干净一点。因为我们等一下水香精进去的时候，如果你里面残留的水太多，会影响它的那个浓度。好，我就让它滴一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很多人在买水香精会有个盲点，其实水香精没有所谓的水性跟油性。乙二醇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略带油性，然后所谓的油性就是它的浓度比较高，所谓的水性就是它的浓度比较低。像我都是建议买50%的，因为水稻水箱里面难免都会有一点水残留在里面。如果你买那种调配好的33%的，你倒下去，可能经过水稻水箱里面的水稀释，它可能都不到30%了。然后乙二醇的浓度对散热系统来讲，它最好的浓度是在30%到60%之间。所以买50%的，你加下去，可能如果你残留的水多一点，它可能剩40%上下，这样子也是比较好。然后选购水香精还有一个盲点就是，很多人都只顾着看大品牌，只顾着看浓度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去注意它的保存期限。像有的是3年，然后有的是5年，最重要的是它的制造日期。今年是22年，你如果买到个19年的，但是它的保存期限只有3年，那这样子就对它的效能就会大打折扣。所以像我这一次去买的，我故意选今年生产的。水香精除了尽量去有口碑的门面买以外，尽量选大品牌，会比较不会买到仿冒品了。然后浓度上应该也不会差太多，这是选购水香精的一个重点。那因为怕有打广告的嫌疑，所以我就不跟各位介绍我买哪个牌子的水香精。那水香精基本上现在就红色、绿色、蓝色，其实颜色很多，那个只是色素的关系。那其实照理来讲混用是没有关系，但是因为每个牌子它可能添加的东西会不一样，除了乙二醇跟纯水以外，它可能会加一些防腐蚀啊或保护橡胶那些东西，所以还是建议不要混加，不管颜色，不管品牌，除非你是买同一个系列，那个牌子出的那个系列，你这个可以混加，这个比较没问题。然后就是尽量买混合好的。那如果逼不得已要添加水的话，尽量以纯水或蒸馏水这2个东西为最好的选择。但是如果你添加太多的话，可能就是建议过一阵子就要换掉。水漏的差不多了，我把水倒一下锁一下。天黑的太快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打手电筒跟各位介绍。然后我这次选的是绿色的。加水香精的方式就是慢慢倒，不要像我倒的到处都是。然后倒到这样子满了以后，就去发动引擎。然后它如果有吃下去，再继续补；还有吃下去，再继续补。然后把剩余的加到副水箱里面，副水箱加到上限，然后出去跑一跑。它如果不够，它会自己再把它吸回去，这样就完成了水香水的添加。好了，这样就换完了。副水箱加到上限，水箱加满了。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发到水龟开启，就是散热风扇会自己循环，那个就是大循环。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，就可以像我一样，先发动，然后添加冷却液进去以后，让它不会再冒泡，稍微的提高转速，让它不会再冒泡泡以后，就可以把水箱盖关掉。然后其他的就加到副水箱里面去，然后出去跑一跑。因为
节温器开了以后，它会把空气排出来，然后如果水箱里面不够的话，它会从副水箱里面吸回去，所以这个就比较不用担心。你只要确保水箱盖没问题，这一支水管没有塞住，然后副水箱里面有冷却液，这样就都 OK 了。好了，天黑得太快，那今天这个水箱的清洁、水道的清洗跟热水排如何换水的介绍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